那就好，你要是去江城打我，哪天我们一起趁着月黑风高去给他套麻袋怎么样？魏婴玩笑道。最近不管魏婴说什么，一直有言必应的蓝湛却没有回应他，眼神在魏婴和他的胸口徘徊。放在腿上的手几经握紧又松开，蓝湛道了声失礼了，抬手便去解魏婴的衣带。等魏婴的回过神来，停顿的大脑意识到蓝湛正在干什么的时候，他的腰带已经被人解开了，吓得他立刻往后缩，扯动了伤口，又是一阵龇牙咧嘴。蓝湛按住他乱动的身子，一句伤口要处理被魏婴自己的嚷嚷声盖了过去，压根没听到。蓝湛，虽然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也很喜欢你，但是哪有你这样直接上手的？起码得先把话说清楚了吧，到时候不用你失礼，我自己脱。蓝湛整个人僵住。什么？一向波澜不惊的蓝湛难得露出迷茫和懵懂的神情，按在魏婴肩膀上的手僵硬的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他好像在看着魏婴，又好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连着吞咽了好几次口水，才开口道：你字之后却不知如何继续，几番迟疑。你何时？声音中是压抑不住的颤抖，连手上使了力气都不自知。还是魏婴肩膀一痛，又是第一次瞧见蓝湛如此心神恍惚的样子，刚才突然发热的脑子才渐渐冷静，察觉出自己方才好像误解了蓝湛的意思。蓝湛怎么可能是那种会动手动脚的人？但话既已说出口，干脆就趁这个机会捅破那层他早就觉着碍眼窗户纸。蓝湛，你放松些，看着我。魏婴一手搭在握着自己肩膀的手上，另一只手抚上蓝湛的脸颊。蓝湛将目光聚集在眼前人身上，他看到那双曾经神采奕奕后来暗藏苦楚的眼睛中满是坚定，声音发紧道：蓝湛，我这个人真的很迟钝，神经大条到令人发指，尤其是修轨道以后，见人便带着3分警惕和敌意，所以最近才弄明白自己的心意，让你等太久了。我喜欢逗你，喜欢看你脸上出现不一样的表情，喜欢你只笑给我看，喜欢你一直在我身边陪我照顾我，喜欢你每天念叨着追着我哄我吃药，喜欢吃你给我做的饭，喜欢你喝醉酒有问必答的样子，喜欢你亲我的感觉，总之我就是喜欢你。蓝湛微微睁大了双眼，当幸福来得太突然时，人们往往会觉得难以置信。魏婴干脆起身，半跪在床上环住蓝湛的脖子。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，总之当我发现的时候，我好像早就离不开你了。我发誓，我不是什么一时兴起，也不是故意逗你玩，更不是因为那两大的关系才产生的这种想法，总之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没有，我就是喜欢你，喜欢到看见你就忍不住想靠近，喜欢到想跟你上床，除了你谁都不要，不是你就不行。你不可以不相信我，我真的。魏婴的声音被吞没在唇齿纠缠之间，蓝湛仍记得魏婴的伤口，并没有将人抱紧，而是握住魏婴的脖颈，将人压向自己，呼吸交错，唇齿相依。蓝湛呼出的气息扫过魏婴耳畔，痒得他忍不住缩了下脖子，却没有躲开。喜欢你，是；离不开你，是。魏婴低下头，鼻尖贴着蓝湛的脸颊，轻轻摩挲。除了你谁都不要，不是你就不行，是。两人额头贴着额头，灿若星辰的眸子中只盛得下彼此。魏婴，我心悦你，我也是。蓝湛，两颗因为彼此而炙热跳动的心，终于清清楚楚传达给了对方。不过温存了没多久，蓝湛就主动拉开了两人的距离。魏婴一脸失落不解，蓝湛道：你的伤还没有处理，都这个时候还管什么伤啊？蓝湛你啊。魏婴小声嘟囔。不过倒是老实做好，任由蓝湛为自己宽衣解带，他要绑绷带了。拿出乾坤袋中干净的衣服给魏婴换上，蓝湛这才问起自己昨晚酒后的事情。魏婴大吃一惊：什么？你完全不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了？一点记忆都没有。蓝湛老实点头。魏婴呈大字形仰躺在床上，直呼完了，那我亏大了呀。蓝湛不解，凑近待要问清怎么回事，便被魏婴一个鲤鱼打挺，翻身压在了床上。魏婴双手支撑着身体，居高临下俯视身下的蓝湛，颇有些浪荡公子的味道。亲亲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记得，那我不是亏大了，我可要好好补回来。说罢，甩了个服贴到门上，
防止有人进来打扰。半晌过后，魏婴靠在蓝湛身上把昨晚发生的事说了一遍。谁让他家蓝湛是个会酒后断片的人呢？因为如此，你才认出了百凤山，那个人是我。提到那次放纵，蓝湛还是有些羞于启齿。是啊，从小到大我就被人亲了这么一次，当然印象深刻。一次？蓝湛惊诧道。是啊，怎么了？魏婴一脸无辜地问道。蓝湛无奈提醒道：身经百战。